雙紅會。賽季進行到現在的時候，曼聯和利物浦都有些無欲無求了。他們本賽季鎖定歐冠名額已經沒有什麼問題。那麼現在的曼聯和利物浦，一個是冉冉升起，另一個是從衛冕冠軍向下滑落。所以下個賽季雙方到底誰佔優勢還很難講。但本賽季對利物浦來說比較特別，因為在賽季前他們失去了廣受球迷喜愛的球員若塔，所以這一次雙紅會兩方球迷也一起聯手，在周日主場迎戰紅軍利物浦的時候，曼聯球迷將為已故的球員若塔進行1分鐘的掌聲致敬。這也是為了回報2022年時利物浦球迷當時鼓勵 C 羅的行為。雖然這場比賽仍然是英格蘭足壇最大的德比，每一次總是伴隨着激烈的敌意，但這一次曼聯球迷呼籲周日暫時放下敵对情緒，在第20分鐘，這也是球員若塔曾經身披的20號號碼，曼聯球迷將和紅軍利物浦的客場球迷區一起為若塔鼓掌。去年7月，若塔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席尔瓦駕車前往搭乘渡輪，想返回利物浦參加季前訓練，途中遭遇車禍身亡。而2022年的時候，當時 C 羅和自己的伴侶喬治娜不幸失去了新生双胞胎当中的一個。利物浦球迷在安菲爾德起立為 C 羅鼓掌，激勵他們。所以這一次也是一位曼聯球迷提議，在周日比賽的第20分鐘鼓掌，以示對利物浦球迷的回饋。曼聯俱樂部現在已被告知這一提議，並表示任何此類致敬都應由球迷來主導，而不是俱樂部發出正式指令。另外，曼聯球迷信託基金鼓勵球迷們分享这個想法，並在各自的曼聯球迷團體中衡量支持度，因為這類提議在球迷群體中自發產生的時候，影響力是最大的。2022年當時就是這種情況，當時曼聯客場挑戰利物浦雙紅會，就在 C 羅宣布自己的新生兒子去世的24小時後，那場比賽 C 羅因陪伴家人而缺席比賽。但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在比賽第7分鐘這也是 C 羅的球衣號碼，利物浦球迷在主場唱起了自己的队歌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你永遠不會獨行。客場看台上還舉起了一件印有 C 羅名字和號碼的曼聯球衣。當時英國的評論員馬丁·泰勒非常動情地說，我們可以談論雙紅會這種競爭，它有時候是英格蘭足球中最激烈的，但在這裡每個人都達成了共識，共同表達哀悼。而當時曼聯名宿評論員加里內爾也說，利物浦這樣做是極大的風度，雙方球員那場比賽還佩戴了黑紗。C 羅隨後在 Instagram 上表達了對這一舉動的衷心感謝，並且寫道，同一個世界，同一種運動，同一個全球大家庭。謝謝安菲爾德，我和我的家人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充滿尊重和同情的時刻。所以香克利的名言在這一刻又有了新的寓意，足球有時候超越生死。朋友們，又是周末了，咱們在周日直播雙紅會曼聯對利物浦。周日的北京時間晚上10點半，歡迎您跟老 K 一起互相陪伴。節目最近越來越紅火了，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也希望您不妨動動小手指點讚評論熱推一個，非常謝謝。咱們繼續。說到曼聯，他們現在的新主帥卡里克很有可能會獲得正式主教練的職位。最近他接受了天空體育的採訪，卡里克揭秘了自己當教練之後的一些動態，比如說他們之前有一個前曼聯球員的 WhatsApp 群，確實有，但現在卡里克已經不在群裡，因為他如果還在群裡面會感覺有點奇怪。卡里克是這樣說的，並不是說我和兄弟們不是朋友了，我和他們許多人還保持聯繫，但這有點像我給他們留一個空間吧，讓他們自由自在的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他们可以給各種調侃或者質疑球隊，或者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至少他們會把這些話避開我，所以我現在不在群裡更好一些。那個群裡面有許多過去曼聯的球員，主要可能是大約2009年到2012年還有2013年那段時間的球队球員，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我現在是主教練，所以和他们確實有些難處，每個人都期望你們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任何的工作場所一樣，你會和一些人變得非常親密，而和另一些人，當你幾年後偶然碰到的時候，感覺也像從未分開過，但你平時可能並不怎麼聯繫，這和正常生活沒什麼兩樣。現在我和前隊友魯尼的關係比較密切，包括他還有一些球員住在我家附近，我們有一群人住的都比較近，像魯尼還有弗萊徹還有埃文斯，
還有吉布森，還有克萊維利、維爾貝克，他們也會時不時給我發消息。所以我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我認為這顯示了我們在曼聯的時光，還有我們擁有的精神，多年後依然如此。顯然，費迪南德和維迪奇，我也仍然保持着密切聯繫和交流，所以擁有這些關係非常好。而說回曼聯談到本賽季我回來之後給梅努的第一個建議，可能就是首先把他排進首發陣容吧。我其實並不需要跟梅努說太多，給他大量建議，沒必要。我一直很注意讓他自己踢自己的球，讓他自己找到自己的出路，自己的意願。時不時我會給他一些建議和方向，但更多的是去信任他。我們非常信任他，讓他也信任自己，讓他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表達自我。他當然現在做到了。其實很有意思，在梅努很小的時候，我就和他一起工作過。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大概13、14歲。順便說一句，我可不敢居功，說梅努是我的功勞。當然，當我在考教練證的時候，我之前也在曼聯青訓待過，有那麼一小段時間的交叉。顯然一路走來，大家都對梅努一直抱有很高的期望。我們了解他所擁有的天賦。他上周末才剛剛滿21歲，在他已經參加的比賽中，他取得那些成就，他產生的影響力，可他仍然如此年輕，還有很多潛力。現在我們和利物浦的這一次雙紅會，去年我們兩隊在積分榜上差距很大，但現在我們的差距很小，這只是顯示了曼聯的進步，我們變得更強了。我們現在以這麼好的狀態進入這場比賽，所以我們要努力實現目標並向前邁進。我認為這場雙紅會是一場獨立的比賽。利物浦有一些出色的球員，他們是一支優秀的球隊，去年他們贏得了聯賽冠軍，所以不管今年怎樣，我們也把這場當作一場獨立的比賽。聯賽排名是一回事，但周日的雙紅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好的，關於卡里克呀，今天每日郵報有獨家專欄。最重要的一點，就現在呀，曼聯內部的人士還是認為卡里克仍然需要證明自己。如果轉正他，將是曼聯的一場豪賭。這是一場巨大的賭博，球員和俱樂部的內部人士都心知肚明。過去一段時間，曼聯的球員們經歷了阿莫林那奇怪的體系，還有戰術，還有固執。在此之後，卡里克回到了曼聯，他在球員的腦海中恢復了秩序，恢復了信心。像在阿莫林的麾下，毕費踢的並非自己最擅長的位置，而到了卡里克手下，毕費再次回到了10號位，並且很有希望被評為年度最佳球员。有一位曼联知名球星的经紀人就說，毕費這件事就是卡里克帶來的影響的縮影。卡里克讓球員們回歸到了穩健的足球原則，那些他自己還是球員時就深刻理解的原則。一個蘿蔔一個坑，陣型現在很可靠，而且他在球隊中建立了一條中軸線。曼聯已經好幾年沒有像現在這樣的中軸線了。目前的這條中軸線是門將拉門斯、中後衛馬奎爾、中場梅努、毕費，再加上一名前鋒。這種簡單明了的感覺，在過去阿莫林的混亂中已經完全迷失了。但是有一點，卡里克來到了曼聯之後，他和他的团隊是相當的寬裕，因為是單線作戰。自1月中旬以來，曼聯只打了13場比賽，而阿森納打了25場比賽。本賽季曼聯總共只需要踢40場比賽，沒有任何歐洲賽事，並且在2項國內杯賽中也都早早出局。所以另一位和曼聯關係很密切的經紀人是這麼說的，我認為我們需要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曼聯的這種進步有多少到底是卡里克的執教天賦，又有多少僅僅是在收拾了另一個家伙留下的爛攤子而帶來的。現在的進步反映的是卡里克的才華，還是過去阿莫林的崩盘？或許两者都有。我是这樣看的，球員們喜歡卡里克嗎？喜歡。他讓球員們感覺良好嗎？是的。球員們心存感激嗎？是的。球員們是否認為自己正置身於下一任曼聯偉大主帥的麾下呢？也許並不這麼想。還有，在曼聯的董事會裡，高層們也心懷感激，感激這份平靜，感激即將到來的新的賽季的歐冠轉播分成，還有也感激雜音的消失。內部有一位消息人士說，我們必須回想一下卡里克到來曼聯之前是什麼樣子。加里內維爾、羅伊基恩、斯科爾斯、尼基巴特以及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在发难。那可是过去無數的國腳出場次數，無數的冠軍獎牌，每周他們都排着隊來批評球隊，批評曼聯。我們都知道那對更衣室造成了什麼影響，氣氛非常有毒。而卡里克讓曼聯擺脫了這一切，球隊的表現提升了，那些爭吵也就消失了。是的，卡里克過去就一向很沉穩，
不管是從小在青訓踢球的孩子卡里克，還是後來作為一個在西漢姆聯、托特納姆熱刺、曼聯和英格蘭國家隊中效力時從容不迫的中場球員卡里克，他都一向沉穩。在卡里克的自傳封底有一段内维尔的引言，内维尔這麼寫道：看斯科尔斯和卡里克在中場踢球，就像走進了一家酒吧，聽見了優美的鋼琴曲。所以曼聯在經歷了阿莫林刻意保持距離的那種執教風格所帶來的緊張氣氛之後，卡里克来了，卡灵頓基地重新煥發了溫暖。而且卡里克還親自去觀看曼聯青訓學院的比賽，這似乎是他的一些前任主教練們做不到的。種種跡象表明看起來很不錯。不過卡里克並不是一位經過證明了的頂級聯帅，事實上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位證明過自己的主教練。他在米德尔斯堡2年半的执教經歷就像很多教練一樣，開局不錯，隨後趨於平淡，然後成績下滑。他在這一點上並不特殊，那是他第一次执教的嘗試，這也完全可以接受。本賽季早些时候曾經有一家英超俱樂部对卡里克表現出興趣，但此後並沒有其他的好球隊急於聘請他。事實是，曼聯需要一位能很快帶領曼聯贏得聯賽冠軍的主教練，而卡里克是那個人選嗎？在向上管理以及處理這份獨特工作帶來的巨大壓力面前，他能做得更好嗎？比如像过去的莫耶斯，在踏進曼聯的門之前，他原本也以為自己清楚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所以在教練行業中臨時的主教練往往是獨特的，因為伴隨而來的期望值是最低的。2018年冬天，當時索爾斯克亞接替了穆里尼奧，這讓他的臨時執教現在看起來像是一件藝術品。在開局的11場比賽，索爾斯克亞取得10場勝利，在一股如釋重負、充滿了感激之情和球迷情緒的推動下，索爾斯克亞被推向了正式主教練的寶座。當時大家似乎忘記了索爾斯克亞過去在卡迪夫城經歷的災難性的執教。到目前為止，卡里克和索爾斯克亞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非常明顯，隨之而來的警告也是如此。事實上，對索爾斯克亞任期的另一種看法是，一旦老特拉福德真實的生活向現實要求期望這些開始反噬的時候，一位資質平庸的主教練就暴露無遺了。2020年曼聯獲得第3名，落後冠軍利物浦33分，1年後落後曼城12分獲得亞軍，這些都寫在索爾斯克亞的履歷上。同樣記錄在案的還有，當曼聯簽下 C 羅的時候，索爾斯克亞妥協了，可他後來又說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簽約，可他只是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更衣室在當時分崩離析，在被利物浦在主場5-0羞辱，隨後又在沃特福德遭遇了4-1慘敗，索爾斯克亞被解雇，他在離開的路上哭了。後來去土耳其的貝西克塔斯經歷了7個月的執教之後，他目前處於失業狀態。所以在老特拉福德周圍，現在人們總是大談曼聯 DNA。 同樣也有一種觀點，不僅在球迷中，甚至在知名的評論員中也廣為流傳。他們認為曼聯需要任命一位懂曼聯這家俱樂部的人。有時候我們很難弄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曼聯 DNA 到底是什麼？如果它指的是攻勢足球，指的是華麗的球風，那只會讓他們和利物浦、熱刺、紐卡、切爾西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俱樂部並列。可如果追溯的更久遠一些，你會在西汉姆聯甚至上世紀50年代的狼隊等俱樂部找到類似的奠基石，可在現實中這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懂這家俱樂部這句話要複雜得多，畢竟現在已經不是2003年的曼聯了。2003年的曼聯，那個時候弗格森能叫出每一位清潔工的名字，並在準備遞給自己的兄弟，當時曼聯首席球探馬丁的一張廢紙上寫下弗格森的轉會目標名单。可現在是2026年，曼聯是一家正處在追趕狀態並試圖尋找持續的復甦之路的龐大足球俱樂部。這是一家仍然深陷債務危機，經歷了裁員和削減開支的俱樂部。絕大多數股份都仍然歸一個美國的風險資本家家族所有，而且他們所使用的主場已經完全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所以可悲的真相是，人們在酒杯底下談論的那個版本的曼聯早就已經不復存在。今天的嚴酷現實是，它必須關於理解和融入由拉特克里夫爵士及其夥伴建立的多層架構，並能在這個架構中蓬勃發展。阿莫林在24年11月來到了曼聯，他立刻高調談論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能力，可他失敗了。他和足球總監威爾考克斯的關係一直很好，
可直到突然破裂的那一刻，隨後他就黯然下課。所以這同樣是擺在卡里克面前的挑戰。卡里克過去在米德爾斯堡的時候，偶爾也會因引援問題和高層發生衝突，但在像曼聯這樣的俱樂部，這一切都會被放大10倍甚至更多。所以現在曼聯管理層肩負着做決定的責任。卡里克最大的賣點就是比賽成績，這看起來很有說服力。他自己的態度現在是不去逼迫曼聯俱樂部給出答案，同樣他也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他只會簽下對自己合適的合同。有一位了解情況的旁觀者說，卡里克現在的做法就像他還是球員時一樣，他靜靜地等着球傳到他腳下，當球傳過來時，他自然會去處理。在老特拉福德，非好即壞，不是勝利就是災難，大起大落，永遠沒有中間地带，沒有灰色地帶。有一位經紀人一針見血地說，在曼聯拿到第4名你就是英雄，拿到第7名你就會被解雇。這聽起來很殘酷，但他們真的會任命一個英超其他大俱樂部甚至都不會多看2眼的家伙卡里克嗎？所以儘管曼聯最近取得了進步，但仍然是一個亟待解開的謎題。這是一家既可能進一步向前推進，也同樣可能倒退的俱樂部。對於卡里克這樣一位英超的菜鳥主教練來說，無論他的勝率多高，這都是一份極其艱巨的工作。好，老 K 覺得有意思的是，現在這一場雙紅會來得恰到好處，正是時候。因為曼联的高层现在正在稱過去的阿莫林教練組是毛頭小伙子，可芬威集團呢同樣面臨主教練斯洛特到底下不下課的問題。但現在芬威似乎認為斯洛特還沒有江郎才盡，於是這一場比賽如果曼聯取勝，那麼將利好卡里克轉正。現在多名曼聯球員已經私下支持卡里克，如果轉正，那麼下賽季卡里克就會面臨1周雙賽。這樣的巨變之後，卡里克的教練團隊精心打磨的戰術體系還能否奏效呢？最大的未知數就是訓練時間將大幅驟減。本賽季因為單線作戰比賽少，所以曼聯每周都擁有充裕的在訓練場訓練的时間，這可以打磨卡里克的戰術。可隨着曼聯重返歐戰，下賽季的比賽將從40場飆升到接近60場。有意思的是啊，卡里克上任後的曼聯2場周中比賽，客場补时絕平西漢姆联，還有客場不敵10個人的紐卡，均未能取勝。這也許只是巧合，但也確實加深了外界對卡里克的模式能否適應下賽季高密度賽程的疑慮。不過有一點，卡里克過去在執教米德爾斯堡的最後一個賽季中，13場周中的比賽贏了8場，這證明他並非完全無法應對。現在關鍵卡里克的執教樣本太有限，即便賽季末延續強勢，總數也只有17場，而且是在極為寬鬆的賽程中完成的。當然，這也不能成為否定他的理由，他已經完成了俱樂部賦予的任務，而且做得更好，他也配得上獲得執教的機會。但總之，下賽季的曼聯呀，還是充滿了未知數。好的，所以這一次曼聯有希望啊，自2015到16賽季以來，首次在英超雙殺利物浦，這是10年磨一劍。可最近19次在英超對陣利物浦，曼聯只贏了3次，其餘場次是9平7負。值得一提，咱們看這個數據，在英超歷史上，球隊5月份的累積積分榜，阿森納以198分排列第1，曼聯第2，曼城第5。這主要還是過去福格森和溫格時代帶來的遺產太厚了。好，賽季已接近末期，好消息傳來，曼聯已經為安德森提交了首輪報價。森林隊的安德森23歲，老 K 這賽季看了這麼多場球，確實是我最欣賞的未來中場球員。安德森現在在英格蘭隊踢的是6號位，他的身體素質非常好，各方面條件都很好。曼聯希望先出售自己的球員籌集資金，而對安德森合理的區間呢，價格在8000萬到9000萬英鎊之間。如果這樣還能把大塊的轉會預算留給第2個中場，另外還想買一個左邊鋒，甚至買個中後衛或者邊後衛。可諾丁漢森林，希臘船王的球隊已經獅子大開口，給安德森標了1億2000萬英鎊的價格。目前曼聯是否被拒絕還不得而知。好的，這一次對利物浦來說也是他們的傳奇，俱樂部最偉大的球員薩拉赫最後一次雙紅會。即將在夏天離開利物浦的薩拉赫，最近在天空體育的採訪中，他觀看了球員和教練們給自己致敬的視頻，包括克洛普、阿諾德、瓜迪奧拉、哈蘭德、阿扎爾、賴斯等人。薩拉赫動情地說，我和球迷们，我和利物浦球迷之間的聯繫和紐帶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我從未想過我會和某些人如此親近，或者在談論他們，或者在談論這座城市時，我感到如此激動。
我們之間的聯繫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我認為只要你在場上付出一切，球迷們無論如何都會愛你的，所以他們知道我付出了一切。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非常專業，我試着鼓勵大家在場上傾盡所有，球迷們會對此心懷感激的。我很高興最後我是從利物浦的大門離開的。最近有消息說，薩拉赫準備拒絕沙特遞過來的天價邀約，他的重心仍然想堅定地放在繼續征戰歐洲足壇，所以費內巴切已經介入並開啟了和他的談判，提供了一份周薪約 38.5 萬歐元的合同。薩拉赫正在認真考慮是否轉戰土耳其超級聯賽。好，而現在的利物浦正在中場的引援方面展開實質性行動。利物浦展開了对水晶宮球員亞當沃顿的追求，並且对他至少已經經歷了2個轉會窗口的考察。亞當沃頓的傳球、推進還有對抗防守數據在英超都屬於頂級的，而且它的價格應該不會像8000萬英鎊那麼誇張。好像有歐戰資格的球隊如果報價6000到6500萬，水晶宮就會放人。還有在邊路方面，利物浦盯上了萊比錫隊的迪奧曼德，也盯上了大巴黎的巴爾克拉。去年夏天，萊比錫隊曾經對利物浦的埃里奧特感興趣，但只願意出價大約2000萬英鎊。所以利物浦能不能用埃里奧特加點錢換迪奧曼德，這倒是件好事。好的，這一輪的雙紅會，老 K 看好曼聯不敗。那麼明天的重要比賽呢，有阿森納對富勒姆，還有西汉姆聯队客場挑戰布伦特福德，這關係到熱刺會不會降級。阿森納最近士氣不錯，我看好阿森納和西漢姆聯贏球。OK， 大家輕鬆一下。前段時間歐冠馬競對阿森納的比賽，現在我們知道了，在比賽中場休息的時候，馬競的主場竟然只給阿森納的半場澆水，而下半場馬競就在這個澆水的半場進行進攻，最終雙方上下半場各打入了一粒點球。可以說啊，這是給馬競的進攻球員在下半場換上了雨胎，所以有點意思，這也是將主場的優勢最大化。馬競是有點說法，過去我覺得利物浦有一場比賽也是把自己的場地澆得像下了暴雨一樣，但也只是澆一半。所以那一場比賽阿森納打利物浦，厄德高也是脚打滑。好，昨天呀，切尔西球員帕尔默的女友奧利維亞·霍爾德曬出了自己的自拍照，漂亮的女孩還曬出了自己在巴黎的照片，並且分享了和帕爾默在酒店以及外出吃早餐的照片。帕尔默去年夏天結束了和前女友康妮·格雷斯長達3年的戀情，從今年3月份左右開始和霍爾德在一起，兩個人還曾經前往冬季的仙境遊樂園約會，老 K 也有過報道，只是這個身高搭配呀，男女雙方稍顯有些懸殊。另外，咱們過去曼城的功勳門將巴西門將埃德森，他現在土耳其聯賽為費內巴切效力，但因為在比賽中踹了 VAR 設備被追加停賽3場。今年夏天埃德森很可能離隊，他當時是在一場布迪加拉塔薩雷的比賽中，因為一次爭議點球判罰，拒絕退回到自己的門線，吃到第2張黃牌被罰下，離場的時候還踹了 VAR 設備，除了紅牌停賽以外，還被追加禁賽3場，算起來要執行4場禁賽，本賽季已無法為費內巴切出場了，所以這一場打加拉塔薩雷的比賽很可能是他最後一戰。所以土耳其聯賽無論是穆里尼奧還是現在埃德森，土耳其聯賽真的是比較奇葩。那麼再看看咱們阿森納中後衛加布里埃爾，最硬朗的一位，他的妻子費格雷多最近是分享了一組和丈夫的写真，郎才女貌，兩個人愛意滿滿，非常甜蜜。21年9月兩人宣布訂婚，女兒於2022年出生，23年6月兩個人正式結婚。加布里埃爾28歲，和妻子訂婚這5年來，他的事業一直很穩定，所以這也側面證明了老人說過的，給一個男孩找一個好女人，他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好，熱刺隊現在保級大戰正在如火如荼，咱們還不知道下賽季到底在英超還是英冠能看到他們。但熱刺的粉絲們不要着急，可以先购買他們最近推出的小豬佩奇聯名系列產品，又有帽子，又有圍巾，還有書包。這帽子不貴呀，每頂15英鎊。另外還有一款印有穿着熱刺球衣的小豬佩奇、隊徽以及一起玩吧带着標語的圍巾也上架了。但是有些熱刺球迷卻對這個合作非常不滿，他們在評論中直言：兄弟們，我們瀕臨降級啦！另一位補充道：這是真的嗎？第3位球迷寫道：瀕臨降級，至少我們還有小豬佩奇，還有周邊產品可以留念。第4位指出，這恐怕不會得到熱刺球迷的歡呼和認可吧。第5位調侃道：說實話，熱刺他們需要錢，英冠的電視轉播費可差遠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月熱刺隊剛剛邀請了小豬佩奇和喬治的吉祥物出席主場比賽，很好，這很熱刺，這也很小豬佩奇，一不小心還讓老 K 想起了小熊維尼。好，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評論、熱推，也感謝您的訂閱，咱們明天再見。